想一点，想一点，再想一点。Hello， 大家好，我是丹莹，又见面了。那这一期节目呢，我准备探讨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把长笛的声吹得响一点，响一点，再响一点。那我自己做长笛老师也有一段时间了，零星的收集了学生们在演奏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当然了，问题不止一个，所以之后我会做一系列的视频，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希望我在这儿可以帮到大家。那针对长笛的低音怎么吹响这件事儿呢，我分了3个方向，想跟大家聊一聊，纯属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但这3个方向互相关联、互相影响都很重要，分别是心态、角度，还有练习时候的注意事项。那第一点，咱们先说心态，接受长笛的天性，放松心态，然后咱们再谈怎么练。那长笛这个乐器呢，它天生在低音区的音量就是比中音区和高音区声音要小一些的，这个就是它的天性，我们要接受它，不要跟它对抗。那它的这个特点呢，也是有悠久的历史的。溯源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那聊完第一点心态问题呢，咱们再来聊聊角度的这个问题，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要跟大家说，长笛并不是一个体育竞技类型的一种比赛项目哈，不是说谁的声音比较大吹的就比较好，没有这回事儿哈。那如果今天来一个人高马大的，比如说今天奥尼尔突然决定说他要吹长笛了，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干得过他哈，这个首先大家要清楚。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练过塔芬登、Goldberg 还有 Mois 或者是 Heischer 这种基本功的练习，这些大的作曲家在自己的基本功练习的前面注释上面要求上面从来没有说过你必须得把长笛的低音吹得特别响哈，没有这回事儿。反而他们提到的要求是需要你把声音吹得自然、开阔还有饱满。所谓的大家希望练到的这个 forte 也就是强哈的这个音，是要在这3个的前提之下的一个 forte，一个强哈。那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今天看到的，你今天去看一个电影，它是一个喜剧，然后呢和另外一个，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这个电视剧就是《狂飙》嘛，这个电视剧2个在情感都特别激烈的时候需要爆发出来的时候，这2个的强是无法去比较的，因为它前面的这个帽子不一样，也就是说它的前提是不同的，类型不同，无法比较。所以大家要把这件事情也要弄明白搞清楚，就是说你的吹的强的前提必须是自然的、开阔的以及饱满的，而饱满并不是强啊，这个也是就是说看这件事情的角度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第3点，练习时候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之前在上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我们最终吹长笛的时候要追求一个自然还有放松的一个身体状态哈。我相信大家去看不同的乐器的这些大师们的演奏，真的他们就是满屏的这种松弛感。那这个是我们最终需要追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在演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肌肉紧张啊，就特别拧巴那感觉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当你想要很舒适的把气送出来的时候哈，你的身体的部位任何一个地方它紧张，它都是一种僵硬并且关注的一个状态哈，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有几个点就是特别的要注意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肩膀，然后还有就是脖子，然后还有就是喉咙。至于喉咙这个点，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你看，就是Philip Bechnol 还有 Michel Debost， 他们2个人出的这个基本功练习，还有就是长笛有关的书籍里面，特别的提到，在演奏的时候一定要把口腔是打开的这么一个状态哈。我会把这2本我刚刚提到的书，然后打在屏幕上哈，我不确定这边还是这边，但是到时候会给大家打上。好，那我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整理一下我分享的这3个方向哈，就是希望可以能帮助到大家的低音的演奏的，希望可以让大家的声音再开阔一点。首先是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心态，然后其次是调整一下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然后最后一个才是练习时候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希望大家共同进步，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到大家。大家拜拜。